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市场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每周市场监测报告，日期是2025年11月24日。本周市场的核心关键词是分化，报告的标题 AI 恐慌与特殊的 K 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巨大的 K 型分化，不仅存在于美国经济内部，更清晰地体现在黄金和比特币的走势之间。当科技股回调引发市场担忧时，黄金的避险属性再次凸显，而比特币则跟其他科技股一同下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亚洲市场的黄金需求为何如此强劲？接下来我们将逐页为您深度剖析这份报告，从宏观经济到具体数据，再到技术分析，带您看透市场的每一个细节。在分析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视频的赞助商 Fastbook。Fastbook 的第一期黄金交易大赛已经完美落幕，期待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再与大家见面。大家知道吗？真正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在行情里面磨练技术，而是在复盘中不断的提升。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Fastbook 图表软件当中的复盘功能。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功能，让你能够回到历史行情当中，就像在真实市场当中一样进行操作。你可以自由选择时间点，回到任意一个历史行情，然后点击播放按钮，系统就会逐 K 线、逐时段的播报价格的变化，让你在实时交易当中一样操作，却完全不用承担风险。它提供两种训练的模式，一种是普通的训练模式，让你在不断的练习当中提高判断力。第二种是考试的模式，让你系统化评估自己的策略表现。而且 Fastbook 还特别设计了一个专项训练的功能，它可以让你选择重大新闻发布期间的市场波动，在高波动环境下进行复盘，练反应，练风险控制，这才是真正接近实战的训练。在图表上，你也可以添加技术指标，提供各种划线的功能，分析的形态，系统会自动保存每一次的复盘记录，帮助你清晰地看到策略的优劣和成长轨迹。总结一句话， Fastbook 的复盘功能是每个想提升交易水平交易者必须尝试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它永久免费。所以现在不要迟疑，就打开 Fastbook， 开始你专属的复盘训练。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2页，标题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们来看右侧上方的这张特殊 K 线折线图，这张图表非常直观地显示了2024年到现在黄金与比特币价格走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比特币在近期出现了急剧的拉升后又快速回落，波动性极大，而黄金则走势稳健，持续向上。这两条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K 型开口，形象地揭示了两者在市场动荡时截然不同的表现。这凸显出比特币作为单一应用场景资产的脆弱性，以及黄金作为多元化避险工具的坚固性。再来看第2页下方的这张综合资产表现条形图，这张图总结了上周和年初至今各大资产类别的表现。我们重点看这几个，最左边的黄金浅蓝色柱代表的是年初至今涨幅高达 56.1%， 表现非常亮眼，而深蓝色的柱代表上周表现几乎为零，非常稳定。旁边的白银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73.1%。 但我们把目光移到最右边的比特币，上周跌幅为负的 10.4%， 年初至今更是下跌了 9.2%。 再看看美股，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也分别下跌了 1.9% 和 2.7%。 这张图清晰地告诉我们，在上周市场波动中，黄金几乎毫发无损，而风险资产普遍承压。接下来我们翻到第7页的市场表现与持仓这个表格，这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巨大的数据表，我们来重点解读一下。
第一列是资产，我们找到黄金这一行，看到周五收盘价在 4072.9 美元，周变化是 0.04%， 再次验证了它的稳定性。年初至今变化是 56.10%， 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报。再看右边的仓位与流动性部分，净多头持仓比例从前一周的 18% 下降到 16%， 这表明投机性多头情绪有所降温，市场在健康的进行调整。相比之下，比特币这一行周跌幅是负的 10.37%， 净多头持仓是负的 45%， 市场看空情绪浓厚。这张表格是理解当前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的绝佳工具。看完了宏观表现，我们聚焦到黄金自身的供需和资金流动。请看第3页，右侧是黄金市场头寸周度变化的系列图表，这上面的是全球黄金 ETF 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本周深蓝色的柱显示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大约 3.1 吨，这主要是由亚洲地区的强劲买盘推动，亚洲流入了 7.8 吨，抵消了北美和欧洲的流出。这与报告中提到的中日韩投资者因担忧本地股市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而买入黄金 ETF 的观点完全吻合。中间的图表是 COMEX 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净多头头寸， COMEX 的资金管理机构净多头头寸有所减少，这和我们在第7页表格里面看到的净多头比例下降是一致的。这通常意味着一些投机性的资金在价格高位选择获利了结，属于正常的技术性调整。我们再深入看一下 ETF 的流动数据，请翻到第19页的每周 ETF 流量。这张表格详细的列出了全球各区域资金流动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北美流出了 4.036 亿美元，对应 3.5 吨黄金，欧洲流出了 1.106 亿美元，而亚洲则大幅流入 10.6 亿美元，对应 7.8 吨黄金。下方的主要美国基金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黄金股流出了 4.48 亿美元，这也解释了北美地区主要的资金流出方向。如果我们看得更长远一些，翻到第20页的年初至今 ETF 流量就更加清晰了。年初至今，全球黄金 ETF 总共流入696吨黄金，其中亚洲贡献了 180.1 吨，需求增长了 83.2%， 这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这表明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者正在把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到这样清晰的全球资金流向，如果你也想和其他投资者一起更深入的讨论这些市场动态，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的链接，免费加入我们的好投资官方社群。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市场背后的驱动因素模型，请看第11页的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个模型帮助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因素在影响金价。我们看最右边这一栏，代表上一周的数据，黄金的实际回报是负的 0.46， 而模型分析出的主要负面影响来自风险与不确定性和外汇机会成本，分别是负的 1.23% 和负的 0.78%。 这说明尽管市场存在 AI 恐慌，但更强的美元、外汇机会成本方面给黄金带来了压力。理解这个模型也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地判断金价的驱动逻辑。数据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图表怎么说。请大家翻到第6页，黄金技术分析。这是一张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报告的核心观点是，黄金目前处于盘整或者回调阶段，因为美元有进一步走强的威胁。从图表上看，黄金在10月份经历了一波急涨，达到了报告说的典型历史超买极端，也就是价格比200天移动平均线高出 25%， 目前价格正在这个高位进行盘整。
下方的 RSI 相对强弱指标也发出了一个卖出信号，这意味着上涨动能有所减弱，需要进行调整。但报告强调，这种暂停被视为核心上升趋势中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消化之前的超买状况。那么关键的支撑和阻力位在哪里呢？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数字，支撑位首先看3998美元，然后是更重要的3950美元，这里是上升的55日均线的位置，只要守住这个位置，上升趋势就不会被破坏。如果跌破，下一个支撑在3887美元。阻力位方面，直接阻力在4193美元，然后是近期的高点4245美元。更上方的强阻力区在4298到4300美元之间。简单总结一下技术面，短期有回调的压力，但中长期上升趋势未改。关键看3950美元的支撑是否有效。这些关键的技术点位在实际交易中瞬息万变。如果你想获得更及时的市场信号的解读，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免费注册加入我们的好投资官方社群，和我们一起实时盯盘。为了更好的了解黄金面临的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手美元。请翻到第12页，关于美元指数的周线图。报告指出，美元指数本周成功收于其200日均线上方，目前正在测试8月份的高点 100.26。如果美元能够有效地站稳在 100.26 之上，就意味着一个底部已经确立，美元可能迎来更深度的反弹，下一个目标是 101.55。正如报告所说，如此强劲的美元将被视为黄金的逆风，所以未来几周 100.26 这个位置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美元关键点位。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影响黄金的重要因素，实际收益率。请看第13页，左边是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周线图。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胀预期，它代表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目前10年期实际收益率在 1.6% 附近找到了重要的支撑，但上方的 1.92% 附近又是强阻力，所以它被困在一个区间之内，暂时对黄金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指引。但是第13页右边的10年期美国通胀盈亏平衡率日线图值得我们警惕，它已经跌破了225个基点的关键支撑位，这意味着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正在下降。通胀预期的下降会推高实际收益率，这对于黄金是不利的。最后我们看看更广泛的风险市场环境。第14页是比特币的周线图，它显示出比特币已经跌破了关键的200日均线，年内转为下跌。第15页是 MSCI 全球所有国家世界指数的周线图，同样也跌破了关键支撑。报告认为，这两种风险资产的疲软进一步预示着市场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广泛的风险规避阶段。短期内，这种避险情绪可能会推高美元，从而压制黄金。如果恐慌情绪蔓延，黄金作为最终避险资产的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了解了现状，我们更加要着眼未来。下周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和数据值得我们关注呢？请大家翻到第5页，未来一周展望。这一页的右侧值得关注的事项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总结。在美国方面，虽然政府已经重新开门，但关键数据的发布被重新安排，不确定性增加。这周需要重点关注的美国第3季度 GDP 和10月份的 PCE 通胀数据，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此外，周三发布的美联储褐皮书也将为我们提供关于10月和11月初美国各地区经济状况的最新见解，非常重要。在欧洲，周三的英国秋季预算案是市场的焦点。在财政信誉备受质疑的背景下，政府的任何支出削减或者税收政策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市场对英国央行未来加息路径的判断。在亚洲方面，周三的
澳大利亚10月份 CPI 数据和周五的东京通胀数据将是关键，尤其是日本的数据。在日元疲软的背景下，任何通胀抬头的迹象都可能给日本央行带来政策压力。左侧的彭博共识预期表格则列出了更详细的每日数据发布的时间表。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详细查看，比如周二的美国资商会消费者信息指数，周三的耐用品订单等等。总的来说，黄金目前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多空因素交织。强美元是短期压力，但全球市场的风险规避情绪和强大的实物需求则是它长期支撑的力量。希望这一次详细的报告解读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市场的动态。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可以帮到你，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周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